比特币的上车机会要出现了吗？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，请随我看下去。我们可以看到，目前比特币呢已经爆量突破了32000左右，也就是前高。那我们可以发现呢，它也是突破了震荡非常久以来的箱体哦。那未来突破过后所引发的行情呢，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期待的，它很有可能走出一波大行情。那我们现在就要注意这个突破它是不是真突破。我个人认为呢，是真突破的几率是很大的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量能啊，毕竟量能是辅佐我们判断是否是真突破最重要的因素。我们可以发现呢，我们第一根 K 线啊，第一根阳线，其实它爆出来的量能呢就非常大，它已经抵过了之前的所有红色的 K 线啊。之前下跌这几周下跌所产生的红色的量能柱呢，都没有我们第一根阳线来的更大，甚至是我们暴跌的这一根呢，它的量能啊也没有来我们这一根阳线这么大，所以我认为我们目前上涨的 K 线量能呢，绝对是非常可观的。那你可能会说，我们这根爆量突破哦，日线上看是爆量突破没错，但是周线上，好像还没有出现爆量。那这很有可能是时间的关系，因为我们这一周呢只走到星期三，我们还有几天的时间可以走。我相信这几天再走完，我们非常有机会呢，这根 K 线的量能啊，它会创出自从我们这根 K 线以来最大的量能，也就是中间所有的 K 线的量能都会被它给超过。那这就可以逆转我们之前所说的一个颓势了。我们之前的上涨呢，包括这3波的上涨啊，其实我们上涨的过程呢，量能是在逐步的衰竭的。这当然对于多头来说不是一件好事。不过呢，我们现在的这波上涨很有可能就会终结我们过去这样衰竭的走势。如果说我们这里的量能呢，它可以跟前面差不多大，只要比这里上涨的量能要来的更大的话，那我们这个上涨呢，它就会变得更健康一些哦。那我也会认为呢，我们这一周量能走完的话，就更能验证它确实是一个真正的突破了。其实我们这个突破，那即使啊，我们在这个区间内，或者说在区间的上缘呢，看空或者说做空的话呢，其实都一定要认错。在这根 K 线出来之后呢，因为这根 K 线呢，它的地位呢，就跟我们前面这个箱体突破的时候，这根 K 线的地位呢，我认为是雷同的。当然呢，我们前面的箱体呢，我们要用日线上来看会比较好一点啊。我们当时这里突破之后呢，后面呢它就再也没有回头了，而且后续呢打出一段非常远的距离。那当然了，我们在下面即使天数是不够的，但是我们累积的量能呢是够的，因为当时市场非常的恐慌，所以换手呢非常的密集。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我们其实打开 VPVR 的话，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在下方呢累积的筹码还有量能啊，已经非常非常的足够了。分界线就大约在3万美金左右。当然了，3万它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，它理应是一个区间的。我们可以发现呢，筹码在3万下方呢，已经累积的非常的厚实了，相对于上方啊。所以我会认为呢，其实我们3万下方，如果再加上 ETF 通过的话，即使回调呢，我们也不一定它可以回来3万的下方啊。原因是我们筹码底部真的太坚实啊，然后再加上如果我们1月中或3月中 ETF 真的通过的话呢，其实大家都在等待抄底的机会了。那如果大家都在等，很有可能这个机会就不会出现了。所以其实我们3万的下方呢，真的会比较难回来。如果说我们没有累积了足够的量能在上方，震荡的时间够久的话，或者是没有像312那种黑天鹅事件的话，那我认为3万下方呢，很有可能就真的不会再回来了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目前呢，我个人是在等待一个机会。当然有回调多的机会是最好。那如果说没有回调多的话，其实突破多也是一种考虑的选项。但是我的仓位呢就会放得更小一些啦，因为突破多其实还是有相当的风险在。我们可以看到呢，我们之前在32500这个位置啊，它有产生一定的阻力啊，曾经产生过3次的效力。那如果说我们能回来到32500左右的位置的话呢，我认为会是一个买入现货啦，或者说做多非常非常好的价位哦。那当然，如果说回来的话，那我们仓位就可以开得比较大。那如果没有，我们做突破多的话，那仓位就必须得放小，因为我们的位置就比较危险了。那其实我们当时呢，也是在32500的位置呢，获得了一定的支撑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吧。其实我们现在呢，在1小时啊，它很有可能即将出现一个突破多的机会。我们可以发现呢，我们在上方啊，
大约在34800左右的位置吧，有遇到一定的阻力，产生了非常多次的效果。你可以看1次、2次、3次、4次。那如果说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们有实体的 K 线收在了34800之上的话，那我认为呢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追多的时机点，尤其是在突破前高的时候。好，非常感谢各位。如果大家也想参与这些交易机会的话呢，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下方的 Bybit 链接。现在只要 KYC 入金$100，就会立即赠送你$1000价值的比特币合约仓位。那 OKX 你只要 KYC 就会获得$10的体验金。你只要做任何一笔交易，现货也好，合约也好，而且任意金额的，你就可以获得$20的体验金。非常感谢各位，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，拜拜。